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今年温哥华的冬天和去年不同，10月份就开始下雨了。前2天，小李哥看着远方的滑雪场的雪道已经开始积雪了，看来今年的滑雪场一定不会再像去年一样发生无雪可滑的窘境。但是对一般人来说，比起干燥低温的天气，阴雨和湿冷更让人忧郁。对房子来说，今年的温哥华除了要严防低温结冰，还要特别注意强风和渗水。这一集小李哥就来聊聊今年冬天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，和一些房屋保养的重点。哦，对了，在暖气保养的部分，我上个月已经有先做了这一部影片，欢迎大家和今天这一部影片一起观赏哦。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，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为什么今年温哥华会有这么多的雨水呢？当然是因为北太平洋的海温比较高，对流旺盛造成的。当冷暖空气相遇的时候，除了会降水，还会发生强风。其实台风啊、飓风啊，甚至龙卷风都是这个原理。所以今年冬天的大温地区，大风警报应该会是常态性的发生。大风有可能吹断路树，造成停电、交通堵塞以及房屋损失。对于停电以及交通堵塞，身为小老百姓的我们似乎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等待政府机构的修复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准备，比如说事先准备好应急的灯具，避免晚上停电家人摸黑跌倒。就像小李哥本来就比较喜欢户外活动，本来就有些露营用的灯具，这些灯具在沃尔玛、Canadian Tire 这些大型超市都有卖，建议大家可以准备1-2个，放在家人都知道的地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而且一定要事先确定电池是有电的。另外，在停电的时候，厨房里的炉具是不能用的。就算您家中用的是瓦斯炉，也需要用电力来点火。所以呢，如果能预备一套小卡式炉是最好，就是那种可以装小瓦斯罐的炉子。虽然加拿大的电网成熟，要发生那种1-2天长时间断电的可能性并不高，但是如果晚餐煮到一半突然停电，这也会十分令人困扰。有这个小炉子，至少家人可以不必饿肚子。再来说到大风对房屋的损失，只要您做好预防的工作，这就可以最大的程度避免损失。如果您家里的院子有大树，尤其是那种鹤立鸡群的大树，您一定要定时的请人修剪，不然别说树大招风，容易整棵吹断。光是一个大树枝吹断掉下来，破坏力就会十分的吓人。树枝修剪一下，受风的阻力就会小很多，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。还有屋外的 fence 也是强风来袭的重灾区。我们说句玩笑话，每次只要夜里吹大风，小李哥就知道隔天的电话会接不完。小李哥不喜欢发灾难财，所以呢，这里请大家一定要在入冬之前做好 fence 的补墙。fence 的补墙很容易，动手能力好的朋友都可以自己做。您可以在 Home Depot 买到 2x4 的结构木， Home Depot 在店内就有提供裁切的服务。8尺长的木条可以1分为2，去裁成每4尺1支。您可以在您 fence 立柱的2侧增加斜向的支撑，把 2x4 的一头插进土里，另外一头用螺丝固定在立柱上。如果呢你没办法做到2侧都支撑，也至少要迎着风向固定单侧，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fence 的倒塌和歪斜。到了隔年的春天，您可以再把这些支撑用的木头拆掉收好，这样就算不用防腐木，这些 2x4 还是可以用好几年。至于有时候大风会破坏一些围墙上的木板，这就比较不好预防了。不过只要墙不倒，补洞都算是小事。如果您真的十分不幸， fence 在冬天被风吹坏了，建议您在隔年的5月之后再去做修理。冬季多雨，不管是要在湿软的土里灌水泥立柱子，或是在吸饱水的木头上打螺丝，这样都是没办法持久的。除非严重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，否则室外围墙的修补，尽量不要选在阴雨天来施工。
今年的天气应该是不会出现像去年一样-15°C的超低温啊，但是下雪和零下的机会应该会比往年都多。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，复习一下在低温来之前要先做哪些准备。那我们看了屋子外的走道呢，现在我们都已经撒好了雪盐。来雪盐，来我们看一下雪盐。OK 雪盐。第一次到加拿大的朋友呢，一定要到 Canadian Tire 或者是 Home Depot 甚至 Walmart 都有在卖这些雪盐，然后要撒到家的门口的走道上面。在加拿大呢，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，一定要记得至少门前雪。怎么说呢？这门前的走道呢，就属于你的责任范围。如果在下完雪之后，因为门口积了雪，然后有老人走过去或小孩走过去摔倒了受伤了，那都是屋主的责任。下完雪之后，我们要记得把门口的走道都要铲干净，让它雪都不会影响到行人走路。大家如果铲过雪就知道，铲雪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。那我们先把雪盐铺好，雪铺上去也会比较薄，我们未来铲雪也会比较容易一些。这就是我们的室外水阀，就是浇花我们常用的水阀，现在是打开就有水。那在准备要关这个水阀之前呢，我们先要准备这个一般的碗就好了，因为呢，待会我们走到室内去关的时候呢，会漏一些水出来。不只要把这个水阀的水源切断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里面的压力给卸掉。因为待会我们要找这个水阀，所以我们先让它保持流动，但是不要开太大，好，有流动就可以了。好。这个房子呢，之前我是没有来过，所以我跟大家一样，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水阀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这房子里水阀在哪里，我也要找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就看就是几个可能的地点。第一个可能地点就锅炉房，这个房子的锅炉房在这里。我们把这锅炉房打开呢，就看，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总水阀，它这边它有标示总水阀，那这个东西叫 PRV， 好，这是一个小知识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看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找到总水阀附近，就可以找到一个室外的 hose B shut off， 就是这边就是我们关水。那我们刚才那个水，我们有开一个小小的，那我们先把它关掉。这时候我们再走到前面去看一下水是不是真的关了。因为我们看这个水现在不流了，待会呢我们要把这个从水阀到水管里面的水排空。我们先把外面的室外的水龙头我们把它开到最大。好，现在都没有流水，表示我们关对了。再回到室内，接下来要排空里面的积水。那这时候这个东西用得到了，因为其实水会滴下来。当然啦，不负责任的做法，我们也是可以让这个水直接漏下来，因为这里是锅炉房，它也有漏水孔。但这真是蛮不负责任的，因为像这个门。这个木头都是怕水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把它当一般的室内的空间去处理。好，来我们看这里，来我们注意这水阀旁边是有一个小开关，在这边看到没有？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把这小开关给它扭开，这个会有一些水漏出来。但它现在压力呢已经排空了，我们这个就是接这个残余的水漏下来的东西。好，没有了，流光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再扭回去，这样确定这个水阀都已经排空了。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步骤呢，不要忘记呢，就是把我们外面打开的水龙头给关起来，不然一些灰尘啊，或者一些小昆虫就会跑进去，然后造成水管未来的堵塞。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，这样子这边就大功告成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检查另外一个地方。那这个房子呢是有2个水阀的，前院浇前院花，后院浇后院花。前面的水龙头我们已经确定了，它已经排空水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水，有时候是一个水阀控制2个水龙头。但是呢，这里我们还是要做一下 double check。哎呦，你看这边是不是还有水流出来？好，表示它有另外一个水阀去控制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水阀在哪里。那我们再进屋吧。这样的水阀通常会出现在哪里呢？也是一样，就是有水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哪里？第一个，这个橱柜下方，我们要每个橱柜找一下，这边有没有？看来是没有。接下来我们上到2楼。2楼是厨房可以看一下，厨房的下方的水柜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来，我们找到了，在这里，这边有第2个水阀。第2个水阀比较特别，来你看，它旁边没有那个泄压阀。为什么它没有泄压阀呢？给各位说一个 Building Code 里面规定因为它这个控制阀，它的水是从上面流到1楼去的。那因为呢，水是从上流到下，它不需要去做泄压阀。
因为按照重力呢，它水直接就会从那边流出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把这边关起来，关掉之后呢，我们再回到室外。好，你看，果然它已经不漏了。不漏了之后呢，一样按照一定的程序，我们把它打到最大。现在剩下一点水滴出来，那它这边的空气会进去往上，然后把水整个排出来，所以这里面压力就会不见。好，所以它不需要泄压阀。确定没有水了，一样把它关起来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低温会让动物的油脂凝固，在冬天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在厨房的排水管里结块。这些油块常常就是堵水的元凶。高压的热水是清洁水管油污的最好方法。在北美的厨房当中，普遍都安装了洗碗机。洗碗机的排水就是最好的高压热水。所以呢，请你每个星期至少要使用一次洗碗机，这对排水管的畅通十分有帮助。如果您家中没有装洗碗机，你可以用1盆热水调进去1盒的小苏打粉，来冲洗保养排水管，这样也可以达到清洁油污的效果。上面影片中我们提到的雪盐，小李哥再补充几点。雪盐是最好在下雪前先撒，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地面结冰。如果您等到看到积雪了才想到撒雪盐，这样的效果会大打折扣。雪盐呢，现在在各大超市都有卖，大家可以趁着现在还没有下雪的时候，先去买几包放在家里，不然等到快要下雪之前，大家都去抢，不止价格会贵很多，常常还会买不到。抢雪盐这个戏码在温哥华几乎每年都上演。其实雪盐并没有保存期限，只要包装没有拆，没有碰到水，就算今年用不完，来年也可以用，是不会浪费的。再来说到关室外水阀，如果您家装的是影片中的这种防冻水阀，就可以不必关水阀，但是您可以帮它套一个防冻罩，这样可以更保险一点。这样的防冻罩在 Rona、Home Depot 这些家居卖场都有卖。如果您家装的不是防冻水龙头，又找不到室外的水阀在哪里，一定要记得赶快联络水工，提早重新安装一个泄压水阀。水管结冰、爆水管是会造成房子严重损失的，千万不可以放着不管哦。最后，排水管的堵塞也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问题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来上一锅麻辣牛油火锅是一件十分享受的事。小李哥也超爱这一味，但是那一锅的牛油可不能随便倒。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大家可以把吃剩的火锅汤放过1夜，隔天牛油自然就会结块了。油块和其他的残渣可以直接过滤起来丢掉，剩下的汤汁可以倒在马桶冲掉。马桶管呢，通常是3寸到4寸的管子，这样是不会堵塞的。这样就可以避免厨房的水管堵塞哦。影片开始的时候，小李哥就先破题了。今年的雨水应该是近5年来最多。虽然温哥华每年的冬天就是雨哥华，但是今年的雨都会比往年还要大。家中的排水系统十分重要。我们先来看看怎样保养房子的排水系统吧。在英文上，我们习惯把秋天称为 fall。fall 的意思就是掉落。温哥华美丽的秋天就是富有诗意落叶的季节。在这个浪漫诗意的背后，就是满地的落叶。掉在屋顶上的枯枝落叶，如果不及时清除，就会堵住 gutter 或是 roof drain。温哥华的冬天就是雨哥华，屋顶一旦排水不顺，积水就容易穿过防水层渗入房屋的结构，造成室内进水。如果积水还因为低温结冰，就会对房子造成更严重的伤害。所以您在雨季前，请您一定要清洁排水槽及排水孔。清水槽虽然看起来不难，但是因为要爬上屋顶，会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师傅来帮您服务比较好。再次提醒您 ，gutter 至少要每1年清洁1次哦。北美木屋的地下基础主要是依靠 drain tile 或者是 sub pit 来防止地下水的进入。drain tile 是屋子四周特殊的排水沟，防止周围的地下水可以顺着 drain tile 流进城市的排水系统当中。但是会流进 drain tile 里的可不只有地下水，当然也会有不少的泥沙。所以呢，至少每3年
我们要请人来疏通一下 drain tile。有地下室的房子大多还会安装 sub pit， 一般会分为清水井和污水井，分别呢将屋外的地下水和室内的生活污水预存在专门的水井里，等达到一定的水位之后，再由 sub pump 抽回地面上的城市排水系统当中。所以呢，我们在雨季之前一定要确定 pump 可以正常的运作。你只要找到 pump 的电源插座，先拔掉前端的控制器，再插回插座。如果您没有听到马达运转的声音，您就要尽快请水工来检查了，不然一旦下大雨或是下大雪，地下室可就要淹大水咯。今年温哥华的冬天就是更大的雨加上更大的风，建议您在刮完大风之后检查一下屋顶和庭院，如果发现都是落叶，您最好再请人来检查一下排水槽，如果有堵塞，赶快及时清洁。庭院里的叶子也要打扫起来，防止地面的排水孔堵塞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要自己爬上屋顶来清洁 gutter， 一定要小心安全，尤其是有些房顶会有双层的结构，上层的 gutter， 小李哥建议您还是请专业的师傅来清洁。小李哥虽然没有做 gutter， 但是我有认识一些非常棒的师傅。如果您需要相关的讯息，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问我哦。这一集的影片，小李哥就先介绍到这边。在影片的最后，小李哥跟大家推荐我频道里的另外2部影片。第一部呢，就是关于暖气保养的相关介绍。在冬天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大量的使用暖气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在低温来临之前把暖气保养好。第二部的影片适合大家介绍，如果您在冬天的期间计划出远门，您要先做好哪些准备，才可以让房子更安全，出门更放心。平安就是福，预防损失呢，也就是赚钱。小李哥衷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做好入冬前的准备，过个幸福快乐的好年。最后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